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一次轮湾买的行程如画面上大家看到的，首先是先去白亭寺，中午去吃自助餐，下午去鹿龙湾游船2个小时，还有卧龙山登顶看风景，是一个相当丰富的行程。那这一次由于有含接送车，一早我们就在饭店外面等导游，但这一个服务仅限于老城区的饭店哦。如果住的饭店没有在老城区，就要到河内歌剧院去做集合。所以建议有要跑行程的人，请务必住到老城区的饭店会比较方便哦。还有出发前一天，请务必确认你的 email 有收到这个行程的集合时间的通知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我们隔天下龙湾就发生非常可怕的事情。耶 ，Hello， 台湾，好啊，好 ，OK，Thank you， 感恩，坐后面一点，我觉得你现在好像鬼哦，绿的，这肉也太现实了吧？不会说。一上车，导游会先用简单的英文跟粤文说明下一站要去哪边。首先停到休息站上厕所，上完厕所后会被强制引导到一个小房间，听越南姐姐奋力地卖东西推销，不会强制购物，不买也没关系。这边我们到了白亭寺的佛教园区。Later， 你要上厕所吗？我是还好。上完厕所后，大家又紧接着在电动车这边集合。因为园区非常大，所以来到这边的旅客都会搭配这个电动车。所以还没轮到我们吧？走吧。对啊，应该要下一班了吧？电动车啊。你要坐哪边？坐后面还是坐？小孩早上坐。哎呀，有啊，很快耶，蛮快的耶。哎，你小心哎，小心！哇，好恐怖！你是这样？我现在拍的有点远。到了。白亭寺是全东南亚规模最大的佛教建筑群，建于21世纪初。最早可以追溯到越南的丁王朝，大概是西元924年，是由这些古塔群去做基础建造的。现在这边有包括新旧2个园区，共超过1000多公顷。这边是罗汉长廊，在长廊上沿途有500多尊的罗汉。据说光是环绕寺庙的长廊就有3公里长，是亚洲最长的罗汉走廊。今天天气比较好温度没有那么热。从罗汉走廊可以通往3层楼的8角形钟楼，钟楼的位置在半山腰，这边有36吨的铜铸大钟，是越南最大的钟。有个雷峰塔雷峰塔，这塔蛮美的啊。过了钟楼，我们就继续往上向观音殿走去。观世音殿是这边重要的建筑之一，它按照古代越南的传统寺庙风格去做设计。殿中一共供奉了3尊观音像。这边是主殿释迦佛殿。对啊。你想要碰吗？好。哎，怎么办？你要帮你拍照哈，等我一下。殿内超级的金碧辉煌，它供奉了全亚洲最重的释迦佛像。上午的行程结束后，我们中午就去了粤式的自助餐用餐。你觉得好吃吗？是它？这个花300块。这还要300块哦？我觉得150差不多。150。顺便一提，这边的饮料是要额外收费的哦。
古色古香啊。鹿龙湾也就是长安名胜区，从官方资料来看，这边船票每个人大概是25万越南盾。据说一共有3个路线可以做选择，但是我们到的时候导游没有特别说明。后来我上网查，发现我们应该是坐2号线的路线。思凯，你要去哪边？基本上是凑满4个人才会开始起航。我们这次跟来自以色列的情侣档一起。下雨了，有点雨。这样2个小时对不对？1个小时还是2个小时？我觉得有点危险哎。这边我们来到第一站泥洞，这个洞穴大概深达60米，恐怖，很漂亮哎。穿越泥洞后，我们会来到第一个景点高山灵祠。到了山中高山祠灵祠，这边供奉的神明，相传在古代越南的神王时期里是一个圣人，他在战争上的英勇、水利上的管理，还有农业的发展的贡献而闻名。厉害了！你要帮倒忙啊！这边也是一个停靠站吧 ？Beautiful， 耶、yeah ！这边也是一个景点，叫水亭。有一些船夫会把船停靠在这边，让游客拍拍美照，也算是一个另类的网红景点。他怎么盖这个哈？对不对？厉害哦！很舒服哎。这里叫圣人华一礁洞，这个洞穴名称很好玩。在越南李朝的时候，有一位叫做阮明孔，又称为李国师的圣人，因为他治好了越南第3个统一王朝李朝皇帝李圣宗的病，所以被赐予了李姓，成为了国师。有一天，这个圣人路过此地，然后被这边的美景吸引了。在被美景吸引的当下，他不慎在船上滑了一跤，于是这个洞穴就被称为圣人滑一跤洞。整趟游船之旅在这边就结束了，船夫超级辛苦的，请记得要给小费哦。整天尿尿，好了，我不用，我不用。几点下班？现在几点？3点。可以带回去很难带吧？来叫我们。哦。接下来就是到行程最后的景点——卧龙山登顶之木阿洞穴践行。这边的木阿洞穴在越南的话，指的是跳舞的洞穴。据说曾经以前是国王用来欣赏舞蹈及歌唱表演的场所。木阿洞穴践行路线有分左右2边，左边是比较热门的卧龙山，沿途除了有点陡的阶梯，还有行走中比较多尖锐的石头之外，美景据说比较厉害。我们爬上来了，妈！好，等我下来，我先拍一张。这一次我们选择爬最艰难的左侧路线，一路走快500阶的阶梯，来到卧龙山山顶。在这个宁平海拔最高的地方，遥望临平跟山谷的美景。有，很浓厚，是你吗？是还是你吗？很多人不消费说，这很大的休息站哎。
结束最后一个行程后，就是奔波回河内了。这是在越南的一个休息站，非常的复古。整体来说，这样的行程我觉得还是相当的划算，推荐可以把鹿龙湾行程加入你的河内之旅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订阅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